我确实也不太了解。就这样，我先告辞了。等一下，你难道就不怕法律的制裁吗？到底想怎么样？宋叔，你先别着急嘛，坐下来喝杯茶。宋叔，你刚刚说潘伟森要做一件大事，不知道潘伟森看到这个以后，会不会把你当成他所要操心的大事呢？这不过是一个房子，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这的确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不过，你说要是潘伟森看到了，他会怎么想呢？你威胁我？宋叔，不要生气嘛。我也不想为难宋叔，只要宋叔愿意帮我这个小小的忙，那我们两个岂不是皆大欢喜了吗？沈小姐，股份的事情我们……宋叔，你现在好像没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吧？啊，长青啊，那个，你让我怎么帮你？你总得先说说吧。行，那你先说说潘伟森他要做的大事是什么？哦，董事长发现最近市场上的生物科技大有前景，他想用手里的钱开一家生物科技公司。哦，对了，丁佳慧从外面回来了。丁佳慧，她不是被潘伟森赶出去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呢？这丁小姐在外面无所事事，又过得极其奢华，可能是有些支撑不住了，就回来找她的父亲。所以，现在丁小姐正卯足了劲儿想表现自己呢。董事长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情了吗？佳慧谈好的法国公司放弃我们的合约了。哦，宋叔，你就把美国那家生物科技公司介绍给丁佳慧，她现在急于表现，一定会采取你的建议。我一定要把这个证据交给警方，一定要把潘伟森在国外离岸公司的潜藏实力蚕食干净，让他一辈子都翻不了身。你们两个，谁来告诉我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爸爸，不关我的事。那家公司是宋叔叔介绍给我的，联系方式也是他给我的。那2个美国人也是他跟我一起接待的，是他和我说这家公司很可靠，后来也是他负责调查这家公司的。爸爸，都是他的责任，都是因为我太过于相信他，我才会上当的。志豪，我在等你的解释。佳慧小姐，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。你年幼无知，上了别人的当，害得董事长亏了那么多的钱。你害怕董事长责怪你，所以你急于要找一个替罪羊。你说是我把那家公司介绍给你的，请问你有证据吗？你总不能血口喷人吧？宋志豪，你居然不敢承认，你这个阴险小人！爸爸，不要相信他的话，一定是他在搞鬼，他一定和那个人是一伙的。爸，我们报警吧，让警察来抓他。佳慧小姐，就算你报警，我也不怕。如果我真的进了局子，万一我要是受不了，说出点什么话来，对大家都不好。宋志豪，你竟敢威胁我！董事长，千万别这么说，我只是讲了一个事实。哼！宋志豪，你竟敢背叛我！我待你不薄啊！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吗？当年你不过是沈氏底层的一名员工，是谁把你一步步提拔起来，
是谁让你有了今天的身价和地位？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！如今见我倒霉了，就迫不及待地踩上一脚。我倒要看看你能有什么好下场！董事长，你是提拔了我，没错。可是这么多年，我为你做了多少事情？你扪心自问，你也不用摆出一副大恩人的嘴脸啊！你是为我宋志豪付出过，可是你也吩咐我做了多少见不得光的事情，你是不会吃亏的。你这是在跟我算小账吗？董事长，看来你是偏听偏信你的女儿，不相信我了。既然是这样，我也没必要在这碍你的眼了。这是我的辞职报告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宋志豪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不能走！你今天要是不把话说清楚，你就不能离开这里。丁佳慧，你要有本事就去报警，我没时间跟你在这胡搅蛮缠。让开！不，宋志豪，这件事绝对不是你一个人干的。我了解你，你没那么大的能耐。是沈长青收买了你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件事就是沈长青的阴谋。你不过是他手下的一枚棋子，对不对？董事长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什么阴谋，更没有被谁收买。不，这件事是他干的，我知道一定是他。是他做的，对不对？是他把我引进陷阱，一切都是他计划好的，对不对？你说呀！丁佳慧，犯什么病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爸爸，不关我的事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啊！你都看到了，沈长青联合宋志豪挖了个坑让我跳，我防不胜防啊！爸爸，你不要生气，我知道我让你损失了不少，可是以后我会赚回来的。爸爸，你要相信我。爸，我一定会把那些钱都赚回来的。爸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如果不是你太过大意，怎么会这么轻易的掉进他们的圈套？你给我滚！给我滚出这个家！再也不让我看到你！爸爸，我是你的女儿啊！如今妈妈走了，宋叔叔也走了，玉龙还是个孩子，你身边有没有几个信任的人？我知道这次是我不够谨慎，是我好大喜功，可是我也是为爸爸好啊！爸爸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给我一次机会啊！走吧，我暂时不想看见你。韦森，我早就说过，这个沈长青啊，他就是一只狼，一只狠毒的狼。人如果遇到了狼，不是把狼打死，就是被狼吃掉。韦森，你一定要早下决心。现在沈长青的实力大增，又有徐坤和华雅的鼎力相助，再这么任由他发展下去，我们只能坐以待毙了。滚！韦森，你听我说。滚！丁佳慧，你敢打我？我就是打你了，怎么样？有本事你去告诉我爸呀！啊，要是我妈还在身边，我爸怎么会这么对我？我打的就是你这个不要脸的！我不要脸，你才不要脸呢！
自己没能力，只会靠父母。说的好听一点，你就是家里的寄生虫。你还敢打我？丁佳慧，你每天在我面前趾高气扬的，我真不明白你有什么好嚣张的。你不过就是有一个不要脸的老妈，还有一个有钱有本事的老爸。没有了你爸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看你之前被你爸爸赶出家门，你活的那个鬼样子，简直就是丢人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我说，我能攀上你爸爸，那是我的能耐。你呢？你以为很了不起啊？你也不想一想，有一个男人真心的爱过你吗？啊？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你给我出来！滚出来！喂，是我。什么？我的股票被转走了10%？什么时候的事？谁转走的？转到哪儿去了？丁雅琴，没想到你竟然做出这么卑鄙的事情来！你等着，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。妈，我今天又差点让爸爸赶出去了。佳慧，你让你爸爸赔了那么多的钱，他没把你赶出家门就已经很不错了。现在在你爸爸眼里，没有什么比钱更亲的了。妈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佳慧，你在跟谁打电话？是不是跟你妈？给我，丁雅琴，你竟敢阴我！韦森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我就不打算瞒你了。那笔股票是我转走的，不过我觉得这是我应得的。你应得的？你一穷二白进了我的家门，吃我的穿我的，你跟着我才过上了荣华富贵的好日子。这个家什么东西是你的？我和你在一起20年了，给你生儿育女，为了你受苦挨骂。哼，那是你自愿的。你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，为了攀上我能过上好日子。你以为我会可怜你吗？丁雅琴，我警告你，把我的股票还给我，否则我让你进监狱。哎呀，你笑什么？韦森啊，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真是不了解我。我既然有本事从你那里骗走了钱，我就有办法让你哑巴吃黄连。你说什么？你还记得欧海洋出车祸的事吧？文件都找到了，很好。连同车祸那一笔，我会一起汇到你账户。你拿到酬劳以后，就给我立马消失，不许走了半点风声。否则的话，我会让你彻底消失。你想想，如果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女儿沈长清的话，你猜她会怎么对你？这些日子，她为了给她妈妈，为了给她欧叔叔报仇，可是费了不少心思。你现在长本事了，给我留这一手。这不都是你说的吗？越是身边的人，越要防着。我看不如这样吧，如果你不想进监狱的话，这笔钱就当是给我的封口费了。你说呢？丁雅琴，你好，丁雅琴，算你狠！你最好求老天保佑你，别给我找到！董事长，东西带来了吗？我可以给你双倍的钱，不
不过，你要再帮我办一件事。只要给钱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潘伟森虽然还在台上，不过跟个摆设也没什么区别。对你提的一些建议，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，而是听之任之，挺好。哼哼，那是对我们长青没有办法了。哼哼，只要他不挑衅，我也不会正面和他发生冲突的。这段时间，我们基本上是互不干涉，就算是在公司碰面了，也当作是没看见。喂，我是潘玉龙的老师。是啊，沈小姐，你弟弟潘玉龙在学校将同学的头打破了，如今那位同学的家长找来了，事情闹得很严重。老师，潘玉龙的事情，你还是给他爸妈打电话吧。再见。老师，潘玉龙的事情我真的做不了主，就算是过去了，也帮不上什么忙。你还是再给他爸爸妈妈打个电话吧。都打不通。行，那我马上过去，一会儿见。哎，长青，你真要去啊？潘玉龙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，而且把人家的头给打破了。我现在要过去一趟。不是，潘玉龙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老师给你打电话干嘛呀？潘伟森去日本出差了，赵真真和丁佳慧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老师也是没办法才给我打电话的。况且人家说要报警，如果我们这边一个人都不去的话，那事情一定会闹大的。切，那你就让他报呗，跟咱有关系吗？李佳，潘玉龙他父母做了多少错事和他没有关系。再说他还那么小，万一把这件事情真闹大了，对他也不好啊。哎呀，潘伟森刚走，那俩女人就都不管孩子啦，也就长青你老是这么没有原则的善良。放心吧，我也只是出一下面而已。你想想看，潘玉龙这么小一个孩子，最近家里又闹成那样，他得多难受啊。好吧，那我就让王叔开车送你去。别了，王叔最近感冒发烧，身体不太好，让他好好休息吧。我自己开车去就行了啊。那我，哎呀，坐下吧陪我喝着说着聊着啊，去吧。那我先走了。你小心点啊。他还是个孩子，我已经通知他的家长了。孩子毕竟不懂事，这样子，我们商量一下，商量个解决办法。你好，我是潘玉龙的家人。孩子，有这么不懂事的孩子吗？我儿子比他小2岁，这不是用钱可以解决的问题。这位家长，那你想怎么解决呢？你是潘玉龙的家长是吧？潘玉龙把我儿子头打破，缝了7针，你们是怎么教育孩子的？玉龙，快跟叔叔道歉啊！就不。为什么呀？你打别人就是你的不对，不管是什么原因都不可以打别人的。赶紧跟叔叔道歉，赶紧！我才没错，我不道歉就不道歉。玉龙，实在抱歉啊，我们会教育他的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您放心，你儿子的医药费我们会全部负责的。有事就给我打电话。老师，那麻烦您了，你快去追吧啊！玉龙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玉龙，我才不跟你说，反正都欺负我，都不会有人管我的。怎么会没有人管你呢？姐姐不是过来了吗？姐姐会管你啊！但是姐姐跟你说，不管怎么样都不可以打别人的，打小朋友就是你的不对，知道吗？不哭。姐姐，后面！刚才我又去了一趟幼儿园，园长他们告诉我，有个小朋友看见长青他们被2个男的带上了面包车，而且他们当时还是处于昏迷状态。都怪我，早不感冒晚不感冒，偏偏这个时候感冒。要不然，我当时跟着长青一起去，肯定出不了这样的事情。王叔，你也别太自责了，这事也不怪你。
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想办法找到长青啊。对对对。哎，王叔，你去问的时候，他们有没有说带走长青的人长什么样子啊？哎呀，事情发生的太突然，大家都没有注意到。那孩子就是扫了一眼，只看到这么多。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怎么办啊，阿姨？那长青要是真的出事了怎么办呢？是啊，我这才出门几天，怎么就出这样的事情啊？潘伟森他们来了。他们怎么会知道的？我通知的，这不潘玉龙也不见了吗？怎么也得让他们知道。怎么回事？我在日本听说我儿子出事了，就马上赶了回来。到底现在情况怎么样啊？潘总，出事的不只是你儿子，出事的还有长青呢。潘总还会记得长青吗？好了好了，现在事态紧急，我不跟你们争辩这个。谁能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还不是你们家玉龙嘛，在幼儿园把别的小朋友的头给打破了，你们家这2个女儿一个都联系不上。长期去了之后，本来是要把事情处理完，把玉龙带回来的，结果就在那个破停车场，就有什么人给他回避带走了。就怪你们2个，就是因为你们2个，要不是学校联系不上你们2个人，长期根本就不可能去。坏人明明是冲着你儿子去的，长期根本就是被连累的。怎么了，潘叔叔？是不是你走，你们家这2个女儿就都失踪了？你一走，你们家2个女儿就都不管孩子了？你就这么当一家之主的呀？接送玉龙是他的事情，我去了美容院做美容，手机关机了，根本没有接到校方电话。我今天不舒服，我吃了药我就睡着了，我没听到电话响啊。你让我怎么说你才好？我一直交代你，让你帮我看好孩子，你是怎么看好的？我告诉你，要是玉龙出了什么事，我饶不了你！你们废话完了没有？你现在打算怎么做？要不报警吧？就算报警，我们也要在警察来之前做些什么。啊，对对对，做些什么？做些什么？我儿子还在他们手里呢。哎，那靳董啊，你说该怎么办？既然是绑架，歹徒肯定是求财。冷静一点，他们肯定会打电话过来。啊，对对对，先等他们的电话，先等电话。不管他们有多少钱，我一定要把我的儿子救出来。有你这样的人吗？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就一点都不管长青的死活吗？哎，他就管我的死活了吗？你别忘了，是他先跟我断绝父女关系的，我和他恩断义绝。你们够了没有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们讨论这些有意义吗？都过去5、6个小时了，绑匪怎么还不来电话？长青怎么那么惨呢？从小吃了那么多苦，受了那么多罪，现在日子好不容易好过了一点，还发生这种事。长青，你到底在哪里？你放心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找到你。现在我弟弟被绑架了，你是不是很开心？佳慧，这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啊！好了好了，都给我闭嘴！好了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徐董、金董，要是有什么消息的话，麻烦你们尽快通知我啊！拜托拜托了啊！走。伟森，爸，你快想想办法救救弟弟啊！行了，难道我心里就不着急吗？哎，佳慧啊，你妈妈最近有没有跟你联络？有过2次，不过都是电话联络，没有见过面。她也就是问一问玉龙的情况。如果你妈妈再打电话来，你记住，千万不能告诉她你弟弟被绑架的事，免得她发起疯来，节外生枝，害了你弟弟。佳慧啊，你要放聪明一点，你妈妈的心思已经不在这里了，在这个家里，你要依靠谁，该听谁的话，你自己心里明白。爸，我知道了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
伟森，说好了演戏吗？怎么下手那么重啊？看把我脸打的！伟森，你就不要担心了，只要过了这一关，你就能拿回属于你的一切，你就还是那个人人仰望的潘伟森啊！赵真真，玉龙最好平安无恙。潘伟森，丁雅琴，你们害了我的儿子，我也不会让你们的儿子得到好报。王斐在电话里提出了赎金，长青5000万，玉龙3000万。玉龙那3000万当然是由我来出，长青的那份，长青的那份就不劳你费心了。他们还说了什么没有？哦，他们还说不许报警，否则他们就撕票。还说他们会再跟我们联络。除此之外，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。那你有没有和长青对上话？啊，他们说完这些话就把电话挂了，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开口。那你有没有察觉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没有。我的玉龙，他还那么小，他就……这帮人呀，也太没人性了。伟森，你放心，玉龙他一定不会有事的啊。喂，李浩，长青被绑架了！你说什么？长青被绑架了！我马上过来。现在怎么样了？林浩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我通知他来的。长青到底怎么样了？你先别着急嘛，长青还没有消息呢。你到底是怎么保护他的？我怎么保护我的未婚妻，是我的事情，轮得到你林先生来兴师问罪吗？好了，大家都是关心长青的人，就不要再吵了。现在追究这些还有什么用呢？还是想想怎么救长青才好。报警，不行，报警的动静太大，歹徒很容易知道。如果他们一直在监视我们，知道我们报警会对我们不利的。如果按照你的方法去办事，结果怎么样？不也是在白白耽误时间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得确保长青的安全。金瑞，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关心长青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想把长青救出来的心不比你少半分。我也不同意报警。现在长青那边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，一旦报了警，把事情闹大了，长青会更不安全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就这么等着？林浩，你的心情我很理解，我们大家也都很担心长青。可是现在我们……你们不觉得这次绑架很蹊跷吗？长青就去了学校一次，就被绑架了。
如果歹徒的目标是潘玉龙，他们怎么知道潘玉龙会去停车场？难道说是偶然？不像，看绑匪的样子，应该是预谋好的。可是王叔的感冒是他们预料不到的。王叔身手那么好，平时跟长青寸步不离，要在他和长青的面前绑架潘玉龙，难度太大了。绑架潘玉龙，应该是等赵真真去接的时候下手，才更容易。除非他们的目标本来就是长青。没错，这样才合乎情理。如果长青被绑架了，谁是最大的受益者？潘伟森？不会吧？就算潘伟森再不喜欢长青这个女儿，可是被绑的还有他的宝贝儿子。可是如果真的是他安排的，那潘玉龙就不会有事啊。玉龙还那么小，受了这么大的打击，心里一定会有阴影的。如果真是潘伟森的话，他连儿子都不顾了，那他就太不是人了。不排除这个可能。潘伟森是一个不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。长青之前跟我说过，当初欧海洋的意外就是他间接导致的。如果这个事真的是潘伟森干的，那就好办了。我们可以从他身上找到线索。可是潘伟森是一只老狐狸，做事情滴水不漏。想要在他身上找到线索，还不打草惊蛇，难度太大了。谁说潘伟森没有弱点？我就能套出他的秘密。你怎么了？我冷。过来吧。靠在我身上，好点了吗？他们会打我们吗？你别害怕，有姐姐在呢，我们两个一定可以逃出去的。爸爸怎么还不来救我们？你放心，你爸爸那么疼爱你这个宝贝儿子，他一定会想办法来救你的。说不定他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呢。他们这群坏人，等爸爸来了，我一定要爸爸好好教训他们。以前你不也说我是坏人吗？他们都说你是坏人，很坏很坏。谁说的？妈妈和姐姐，还有家里的阿姨都这么说。爸爸也说你不好，你回来就抢姐姐的房间，还欺负妈妈。我也觉得你是坏人。算了，反正跟你解释也没有用，你是不会懂的。那你就把我当成是坏人好了。你不是坏人。老板，老板，查到丁雅琴的下落了吗？啊，查到了。好，现在只能靠他来替我试探潘伟森了。潘伟森，丁雅琴，你这个蠢货，你这个废物，你把儿子还给我，还给我！丁雅琴，你这个疯子，你干什么你？
你好大的胆子！我正愁找你找不到呢，你得自己送上门来！快，把我的东西还给我！你马上从我的眼前消失！好你个潘伟森，儿子现在生死未卜，你脑子里除了讲钱，就是想把我们母子俩赶出家门。你就这么急着把我们俩赶出家门，是想干什么？是想把那个妖精娶进家门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休想！在儿子没有平安回来之前，你休想这么痛快的就把我给甩掉！我还要告诉所有的人，儿子就是你们害死的，害死的，是被你们害死的！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要是再不回来的话，玉龙就要被你爸给害死了！你这个死丫头，我警告你多少次了，叫你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你妈妈！你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了啊！你，爸，不是我告诉我妈的，是我妈打电话给我，我见我妈妈好像知道了，我就没有隐瞒，我就告诉她了。我，潘维森，你那孩子撒什么气啊？你心里是不是有鬼啊？你胡说什么你？你要是心里没鬼的话，你为什么不让他告诉我？玉龙是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不见了，我难道不应该知道吗？说，你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？你说呀，你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？你倒是说呀！放手！哎呦，丁雅琴，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，告诉你有用吗？你能帮上忙吗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怎么在这儿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丁雅琴，这才一会儿不见，你怎么就变成这副样子了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们家保姆呢。丁雅琴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看你还是别出来丢人现眼了。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！你以为你进了潘家的大门，你就能麻雀变凤凰，你就能成为这儿的女主人吗？你别做梦了！我告诉你，只要有我一天，我就永远是这儿的女主人，你永远都当不了女主人，你知道吗？干什么？别痴心妄想了你！放开！哎呀，滚！别打了！放开！我告诉你，干什么？别做梦了你！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！潘伟森，我告诉你，自打我从潘家的大门走出去的那一刻，我就跟自己说，以后你休想动我一根手指头。你想打我，你试试看，你来呀！你看看我到底是能不能给你点厉害瞧瞧。丁雅琴，你这个疯女人，你拿着刀，你要干什么呀？疯女人，我是疯了，那能怎么样？我现在干什么我都不在乎。你们是瓷器，我是瓦片，我不在乎。你们别逼我，我老儿子我什么都看得出来。干什么？妈，别逼我，放下，别伤了自己。把他放下！潘伟森，你说，儿子被绑和你有没有关系？你别胡搅蛮缠了啊！玉龙是你儿子，难道不是我的儿子吗？我怎么可能绑架自己的儿子呢？真的和你没有关系。哎呀，雅琴，你也知道我有多么疼爱玉龙，我怎么可能让他去吃这些苦呢？可事情既然发生了，我们就要想办法解决。你放心吧，玉龙是我的亲骨肉，我一定会让他平平安安的回来的。好，那我在这里等你，我一直等到儿子平安回来为止。如果儿子不回来的话，潘伟森，我跟你没完！还有你，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不要惹我！你不要惹我，听见了吗？玉龙，玉龙。玉龙还小，本身就有些顽皮，闹出点事情也是在所难免的。可问题是，为什么你那天不去接玉龙呢？我做美容的时间都是早预定好了。再说，最近一直是赵真真去接玉龙，我就没有太在意。做美容有那么重要吗？
明知道赵真真她就不是什么好人，你还让她去接玉龙？妈，难道只有玉龙是你的孩子，我就不是吗？你回来那么久，一句都没有问过我最近过得好不好。你知道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吗？啊！你说什么呀，佳慧？妈妈怎么会不心疼你？都是妈妈的孩子，妈妈哪个都心疼。如果那件事情不被揭穿，我是不会离家出走的。我不会抛下你们，玉龙也不会不见了。妈妈对不起你，我一直希望你能过上好日子，可是总是事与愿违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为你们打算好一切的。